到了没有？情况怎么样？罗队，我们在宝云公司门口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好，我们马上也就到了。你们先观察一下周围情况。没什么情况啊，去那边看看。好，走。吓死我！老吴，哎。老三，宝妈，罗队，攻击位置找到了，在哪？就在金银厂莲花路的福康家园内。这小子真够狡猾的，居然嵌套了那么多的加密通道。找到就好。那就走。哎，大队的。啊，稍等啊，到这。嗨，罗队。大队你好。这一段时间一直被这帮贼牵着鼻子走，从现在开始，被动变主动，必须把他们抓住。明白。马哥，你把定位发给我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您放心，我们物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。好的，那辛苦你们了，平时要加派人手，哎，好，巡逻。好。罗队，哎，这是我们物管中心的蔡主任。啊，你好，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就赶到了。老蔡，哎，黄经理，你来的正好。罗队长，这就是我们宝云珠宝的负责人黄经理。哦，你好，黄经理。你好，我罗坚。那咱们边走边说。啊，行，来，这边请。哎，宝云公司啊，在30层，我们青云大厦东西南北各有2个出口。你等一下，一共是8个出口，对吧？啊，现在是晚上的时间，其中4个紧急出口现在是封闭状态。只要那伙人现在还在大厦，就肯定跑不了。另外，我们保安队已经集结完了，随时替您调遣。咱们的人啊，自行分成5个组，1组跟我，剩下其他4个组。这样，蔡主任，辛苦你带着我的同事们把这4个出口全站住了。好的。啊，你带我去宝云。来，跟我走。
我就说嘛，没什么影响，肯定是搞错了。您看我们这探头，360度啊，无死。哎呦，坏！我们先进。保护现场。我的装饰几千万呢！先带他离开现场。好，王经理，你先冷静点啊。腐蚀液还没干透，应该就是刚走。各组。A 组收到 ，B 组收到。宝云公司确认发生盗窃案，人应该就在大厦里，还没出去。你们现在各个出口，把必要的人手留下来之后，其余所有人逐层排查，遇到可疑的先控制起来。明白，明白。大厦里能藏人的地方太多，光是排查每一层的楼梯间就得派一队人，还有储藏室、卫生间这些地方，所以我叫了增援。等增援到了，咱们就行动。那就来不及喽。明白。大厦的监控系统跟庆安没有关系，我派了人正在查监控，只要是贼还在这座楼里，就一定能找得出来。另外，我还派了一组人在1楼大厅里，随时机动。怎么了？整个通风管道从上到下四通八达，另外还有走线用的各种专业管道，所以各个楼层里面的公司，包括地下车库、配电室，还有人防物资库，基本上都能到达。都能到。哎，各组注意，盯紧这座大厦所有通风口连接单位，包括配电室、卫生间、人防物资库、地下停车库，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全都查一遍。收到。
庄文杰，你就是丁生火派来的？这不是你的东西，给我。可以，但你得先告诉我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丁生火跟我说，有人会来找我，告诉我12年前的真相。庄耀柏是死是活？你爸是死是活？丁生火这么跟你说的？有些事儿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你想反悔？这是你和丁生火的约定，与我无关。给我。
哎，你有充电宝吗？罗队，咱们这折腾一晚上，怎么抓的都是一帮蠢贼啊！罗队，先收队了。罗队，哎，都找着了吗？全在这儿了。还有这个，回去仔细核对。好。得知。哎，罗队，黑客逮着了。好，马上突审。搞定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真的没问题啊！今晚所有的监控和电子设备都会变成聋子和瞎子，文件的密码我会发到你们手机上。兄弟们，干活！这个宝云珠宝和之前的德普资本很像，它在高档写字楼里，所以它不是一个门市店，主要经营的是宝石的进出口交易。平时公司里根本不会放一些贵重物品，展示的也都是样品，不值钱。所以我不是很同意您的观点，我觉得目标也可能是龙湖百货。这家店每天的流水额光现金就有100多万。每天营业结束之后，会计会清算当天的款项，会把所有的钱放到3楼财务室的保险柜里。第二天一早，这个银行会派押运车把这些款项都给运走。如果遇到周末，运款的时间会变成周一，也就是说，周一运送的款项是周五、周六、周日3天的总和，至少有400多万。今天刚好是周末。所以我认为，龙湖百货更可能成为被偷盗的目标。耗子，还是先通知这2家加强安防，以防万一。喂。罗队，我上网查过了。好。不知道对不对？有很多家公司都有被盗的风险，但是从地理位置、盗窃的价值，还有逃跑难度来说，
符合条件的其实只有2家，就是龙湖百货，还有宝云珠宝。好。你请继续。我了解到，龙湖百货这2年的营业状况非常好，他们的营业额每天都上达100万，而且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现金。加上周边的地形复杂，人员流动大，所以非常符合贼的下手条件。所以你的答案是龙湖百货？我有点拿不准。什么意思？我在网上查过了，龙湖百货楼下的那家百货超市，每天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9点半。但是我估计啊，他们的会计每天去计算他们的营业额，怎么着也得到4日凌晨。而每天运输蔬菜和货品的运输车，最迟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到达楼下。这个时候超市是关门了，但上货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准备了，所以单从这点来看，留给贼的时间太少了。而另外一家宝云珠宝，它虽然各方面都非常符合贼的下手条件，但是它并不是一家门市店。按道理来说，应该不会在门店里面放一些贵重的物品，除非有非常贵重的物品临时放到这家公司。这就说得通了。哎，罗队，你是不是在办案？没有啊。哦，那我就先挂了。好，再见。我来核实宝云珠宝近期有没有贵重物品临时存放。我在核实龙湖超市的营业和运输时间。等一等，宝云珠宝安保升级是在8月，龙湖百货升级是在3月。宝云珠宝在半个月之内忽然做了一次安防系统的升级更新，请问2位这是为什么？干嘛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快点儿？你上厕所你也能快滴出世界纪录了吧？催什么催？腿麻了。大哥，真等不及了。来了来了。快，慢点慢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飞鹤导航了吗？老马和大师马上就到。另外，宝云珠宝的负责人我已经联系上了。1周前，他们确实进口了一批价值1000多万的南非原钻，目前就存放在公司财务室的保险柜里。宝云珠宝附近有咱们的人吗？调度中心已经通知附近巡查的民警，现在应该到了。怎么了，警官？有什么事吗？你们大厦今晚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好，今天我们队里人手不够，除了值班的人之外，都叫上往那边走，带上武器。明白。罗队，喂，您这情况怎么样？我这边没什么异常的。好，那就不用盯了。这样，我们这边缺人，你们过来。我给你发地址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痛快了，痛快了。胖子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不用，我明天还要陪你出院呢。文姐，你也早点睡啊，我是扛不住了。我先睡了，晚安。
这是一道死活题，看起来不忍险象环生，但也有可能是绝处逢生。来了，小宝宝来了。这个治疗止痛药啊。哎，妈妈，我昨天给你的摩斯密码，你破解的怎么样了？我也着急。在敲打这部分信息的时候，嫌犯调整了坐姿，摄像头无法拍到他接下来的动作。当然，也不排除他是在故意躲避摄像头。还有啊，有些动作确实太细微了，我已经把镜头放到最大了，还是看不清楚手上的动作，所以目前破解出的信息不完整。你这样，老马，你就先跟我说一大概，因为我就想知道他到底跟庄文杰说什么。出租车。走。你不想，我怎么？12年前的基础，当年你爹把我都这样的？你知道就要1号晚上12去更衣室取诉你的一切，弹药只有48个小时，如果白了，喊一句没了。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这个信息缺失太严重了。唉，是啊，都是些碎片信息，所以我想把它拼完整了再给你，否则你也没用啊。哎，陆队。哎，我在。这样，老马，你把现在所有已知的翻译出来这些信息，你发我手机上，好吧？好。辛苦。如果白了，喊一句：“丁少华，你混蛋！”把我吃什么？你吃不吃饱啊？1号晚上12点，这都过了。耗子，去趟医院，找咱小子去。对，反正也顺路看一眼。双，通知队里弟兄先审着，我们待会儿再回去。好嘞。师傅，麻烦快点。兄弟啊，就你这样，我也慢不了呀。这咋了？掉沟里了？没事吧？妹妹，你去接一下电话。我这配着药呢，你去接一下吧。没人接。喂？喂？再快点。
当天晚上，我们在小区外的监控录像里边还拍到了这个。虽然当天晚上下着雨，监控录像拍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很明显，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。3个路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老妈，这个副驾驶伸出来那东西是什么？不对，还是你眼睛毒。这个东西，我怀疑它是一个蓝牙探测器的天线，它可以远程嗅窥到用户所有开锁的这个数据，然后通过回放攻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破解。所以这个人还得是一个非常熟悉网络系统的人。现在这惯偷都有黑客的技能了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这套设备就不少钱吧？你说他们费这么大劲偷一本小说，这小说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？关于这本小说的价格，我询问了贾金岩的这个出版发行商。据这个发行商给我介绍，贾金岩以前的小说有很好的市场回馈，再加上他用打字机打印的这个特殊方法，这个出版发行商还把他的小说投了保。你们知道他的保单金额是多少吗？1000万。我去，天哪！哎，现在你们初步的怀疑对象是什么？有盗版商、竞争平台，还有他们的这些热情的粉丝，都是潜在的利益获得者。当然了，面对这么大的金额，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有监守自盗的可能性。那他这样做可就是涉嫌欺诈了。他是有点神经质，但人家怎么说也是个作家，这点基本常识不能没有吧？行了，先按照正常办案流程走。哎，刘队，上午我排查过一个人，他是他们圈子大混子，谁都认识。以前我办过他，他跟我说了个情况。还真有个奇怪的事儿，道上有一同行，不见了，3、4天都没露影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名叫石磊，外号石头。石磊，小心楼梯啊！石磊啊，租我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了。他呀，老喝酒，天天晚上喝醉了回来，我就住在他楼下，吵得我呀根本就睡不着。哎，小心啊！就这儿了，到了。这2天突然就没动静了。石磊，石磊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就是找他了解一下情况。这是搜查令，您看一下。不用，你们先进去看，我去给你们拿2瓶水。啊，好，马上回来。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叶佳说您要的审讯监控录像给您准备好了。好，一会儿回局里看。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了，但是没收，都馊了，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回来了。这衣柜也是，当季的衣服全拿了，可能是跑了，派人匆忙。他跑什么呀？这个石磊肯定有问题，得赶紧找着他。双儿，哎，罗队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那个作家贾金岩把案子捅给媒体了，现在青城新闻正播着呢。知道了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本书就是我的孩子，就是我的命，
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把它还回来，我愿意答应你的任何条件。女士，您先别激动。据悉，保险柜内的首饰、现金等贵重物品皆完好无损。很显然，小偷的目标就是为了《双花之恋》的书稿。根据受害者透露，目前警方还没有确定任何嫌疑人。我们期待警方尽快破案，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咱们在这儿苦哈哈的找线索，他跑去通知媒体，还跟贼谈条件，捣乱。错了，他错的都离谱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看他什么意思。方向错了，我们的方向错了。不是书稿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，那个贼的目标肯定不是什么书稿。可现在不就是书稿不见了吗？我们被骗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如果那个贼的目标是要偷书稿，扰乱我们和公众的视线，这个案子闹得越大，那个贼反而越安全。问题是保险柜里只丢了书稿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丢了，只是我们没发现。我发现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还挺了解的。嗨，我也是瞎分析的，也不一定准。别说我，你混蛋！就单独把他那个唱戏那段再重新放一下。唱词复印好了。嗯。静音循环。现在我分派一下任务啊，小叶。到。把他这段唱词所有的谱子以数字的形式提取一下。好的。然后，包子到，麻烦你把他整个这段唱词所有的文字、拼音进行拆解，所有东西重新排列组合之后，看看能组成什么句子。都这么多字，那得多少种排列组合啊！就是。你们呢，最好能够包子，你现在给我查一下，这幅画失窃的那天都是什么日子？明白。我要老黄历。我料定了甲子日，东风必降。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南屏山会不会是青城大学美术馆？偷睡莲那天就是甲子日，那天真的有东风二旗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全对上了。我们需要从这段唱词当中找到他下一步的计划。我料定了甲子日，东风必降。南屏山设坛台，足踏魁罡。咱们别这么分析案情了，咱这么分析都是错案情。小叶，把声音打开，专门就只给我放他唱戏的这一段，来放大。你们看，盯上我的手在干嘛？打拍子，唱京剧都打拍子。
用小拇指，还用另一只手把它藏起来。罗队，通过线人，我们抓到石磊了。在哪儿？在审讯室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。这样，让大志把廖双替回来。为什么？他盯得太死了。喂，浩子。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不对，张文杰动了。明白。别，我可不是主谋啊，我是被逼的。哎呦，那你说说吧，谁逼的你啊？行，我坦白，大概是4、5天前的事儿。那天我搂了个肥活，本想着晚上找个好点的地方喝一顿，结果，等我醒来之后，那个猪头就这么一直盯着我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口误，猪头面具啊，就那个变态自始至终都戴着那个玩意儿，挺邪乎的，真的。啊，你没看见他正面？没有，他当时就给我反绑在那儿，然后就给我强行的给我带了一个项圈炸弹，还有一个炸弹就安在一个模型的身上，然后就当一下子炸了，然后那个模型脑袋嗖两下就飞出去了，真的，哎呦，给我吓坏了。你说那我能不听他的吗？他逼我这么干的，真的。那他让你投什么呀？到底？他让我开一个保险柜。书稿呢？书稿他让我放在东方时代小区储物柜里了。你在保险柜里不止拿了手稿吧？老实交代。还有让我偷一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有屏幕，
有案件。不是，那我确实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的。这兴许那工程师知道。哪个工程师？就是那天夜里配合我作案的那个人啊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是纯搞技术的，就是他教我怎么把东西里的东西给偷出来的。东西里的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就是类似于复制银行卡一样，有个复制器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叫我把东西里的东西复制一份，珠宝、钱他们都不要，然后就让我去偷一个不知道干嘛的东西，然后还给我安了一炸弹，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啊！您稍等。啊，您扫这儿。喂，陆队。哎，大志，有情况吗？你那儿？没有啊。庄文杰离开医院之后，就进了一家便利店，买了一堆零食和一杯奶茶就往回走了。我问的是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？绝对没有。不对，便利店收银员算吗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让人发现了吧？不可能。追踪我虽然干不过耗子，但怎么也不能让一大学生给我识破了呀。医院离便利店有多远？3个街口，1个红绿灯，差不多2公里。大志啊，医院在繁华区，你能告诉我他要买什么零食要跑到2公里外去买吗？可陆队，我别了，赶紧的盯着，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。老马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和市局的专家一块确认的，丁生火敲打的这是摩斯码，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玩这个，胆子还真不小。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，摩斯码发送的时间不到3分钟，破译起来不难，但是因为嫌犯的坐姿以及手上动作幅度太小了，有些地方辨识难度很大。所以罗队啊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有消息赶紧通知我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他今天还是不接呀？估计他都已经睡了吧，这点儿。咱要不要直接去他家呀？问问那是什么东西？先把书稿弄清楚再说。这都过了整整1天了，应该早就被人取走了吧？那就看看是谁取的呗。
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能打个电话吗？哦，好。谢谢。喂，我。哎，刚才庄文杰向外边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什么？我问了，护士也没听清，但已经通知他们总机在查了。哦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明白。累坏了吧？不累，蛮累的。怎么着？有情况吗？昨天晚上庄……说吧。昨天晚上庄文杰不是给他同学孙志坚打了个电话吗？嗯。那胖子早上也就来了，还拖了一个行李箱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要不你进去问问？我怎么问啊？人家又不是嫌疑犯。这是啊。那这么着，我先在这观察着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哎，行。哎，哎，钟文杰，你这可以呀！哎，这视野不错不错。哟，这同学也来了，那这早餐就不知道够不够了啊？哦，没事，我吃过了。还有事儿？没事儿，你们接着聊，聊。刚才光让你吃了，我都没吃饱。哎，这小姐姐是谁呀？警察。警察，来这儿干嘛呀？来照顾我。警察来这儿，专门照顾你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挺好的，先生。没缺液吧？都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我又活过来了。我快听死了。那个，你冷静哈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得问你。啊，您说。保险柜，就是你们家这个，里边除了这些还有那些之外啊，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，长得跟手机一样，黑色的，有屏幕有按键？是有这个东西啊，不过你说的这个是我老公的，他没有被偷啊，我看着他还拿。
我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，我认你这个人，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咱俩可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文杰，庄文杰。文杰，文杰，庄文杰。装备都带来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不会忘记地址了吧？时间可不等人。你们刚才形容的东西就是这个，这是一部密钥分发终端，就是系统服务器每次更新密钥，都会通过这个终端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公司，而他们呢，只有拿到新的密钥，才能让智能安防系统正常工作，就像银行登录账号要用的 U 盾一样。那可以这么理解。那这东西这么重要，你为什么放家里啊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遭到网络攻击那是常有的事情，而且时间并不固定啊。为了应对这种应急情况，我只能把它随身携带了。出门我就会有公司的专车接送，回到家里呢，我会把它锁进我的保险柜里，非常安全。问题你们家保险柜都失窃了，你就一点怀疑都没有？是，当时我的确吓了一跳，但是其他财物都没有丢失啊。那个贼就是奔着我太太的书稿去的呀。这是一个专业设备，一般人看到之后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。况且这个设备一直在我手上，没有被偷啊，而且我都检查过了，没有被盗痕迹。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，盗贼运用技术手段复制了里面所有的信息。醒了啊？哎，醒了，不是睡着了呢。安排太好了，给你个赞啊！你不光睡着了，还说梦话了。是吗？说啥了？秘密。秘密。
挺好的。躺下，给你检查检查。吸气，呼气。之前都测过了，数据都不错，现在就是补充点营养液。各项指标呢都趋向于正常了。保险起见啊，我建议你再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真的？那你好好休息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赶紧去吧。我这不是还输了液呢吗？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谢谢啊，没事，走啊走啊，走吧。咋了？他人呢？警察姐姐啊，不是我陪你去不是一样吗？走走走，快，慢点慢点慢点。看一下啊，到1号诊室出诊。哎，坐，来来来，坐这儿，文杰。慢点儿，你慢点儿啊。放心，我去取个号啊。请108号王建国到3号诊室就诊。请 A38号林书义到4号诊室就诊。文杰，咱们前面有50多个人排队，不是说这会儿人少吗？这，没事，让他帮你一下。现在科室比较空，等下人可就多了。他人呢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，我肚子痛。哎，文杰，怎么号都取了啊？哥，你慢点，你着什么急呀你？